好的，好，我是徐伟姐，记得按赞、留言、订阅哦。大家好，5月10号来日本第2个月了，黄金周结束了，我的生病也好了，虽然喉咙还是有一点咳嗽。黄金周结束后，我有一个超级大落差感，台湾的朋友都回去了，所以突然就变成超级寂寞。然后我又搬到学校附近，虽然也不是一个人住，但就是没有红爸红妈，也没有玩在一起很久的朋友，或者说台湾的那一群，又变成一个人住。然后我昨天又开始尝试减脂菜单。我这2天就是只能喝高蛋白跟豆浆，所以我也不能跟同学去咖啡厅，会有点尴尬，就只能回到我住宿的地方读书、工作，就觉得超级落差感，超级寂寞。但我明天开始就可以吃一点东西，就会觉得比较好。我就一直在思考好几个问题。学日文的部分，就我一直没办法好好的下定决心，我的目标是什么？要读多久？然后有必要继续就是在日本读吗？想要跟日本人聊天的话，需要学到哪个程度？想要聊的程度又到哪里？我喜欢日本的生活吗？这样生活，这样拍片跟工作的效益高吗？要不要改什么方向？要不要干脆拍英文的？因为英文的广告收益还比较高。如果要接台湾的业配、团购什么的，等于是我有做影片的工作，然后还要植入的工作，就是2倍。但如果我可以直接用广告收益就可以活下去，那就是一件事就好，把影片做好就好。所以就在想怎么样可以更好，可以更轻松的赚钱。因为还要读书，还有休息、吃饭、工作，就在想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方法。对，这就是我目前的心情。我时不时就很想回家，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1个月大概会有1次。昨天是最高峰的时候，但是我还是觉得有来这边读日文有一个还蛮大的好处，就是我觉得蛮深刻的。读了1个月，虽然进度没有到很快，但是我觉得我是刻在脑子里的那种学会。比如说我在台湾自己背了1个月的平假名、片假名，都是浮浮的。但是我来日本的话，1个月学起来的平假名跟片假名就是刻在脑子里面，我可能很久以后再来也不会忘记怎么念的那种感觉。老师说，3个月的课的话是学了5个文法，6个月就会学完全部的文法。但老师说，这文法当然是在家里自己学，也蛮快的。所以我在想，可能这一段结束，我就先去做别的事看看吧。因为我有认真问过自己，喜欢日本的生活吗？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很适合日本人生活，因为日本人都太严谨，非常的认真。我有朋友很喜欢，他很喜欢日本人这么认真的打扮，饰品、衣服什么都戴好穿满。我在日本有时候我就觉得我好随便，但其实我在台湾不会这样觉得，就是只是比较休闲。我可能只戴一个项链，但他们可能会耳环、戒指都戴好戴满，指甲也会涂好涂满，但是我不会，我可能就是戒指跟指甲都不会弄，然后穿得比较舒服，但也没有丑，就是没有那么用力而已。我今天的衣服算是比较用力的，但平常就是也是台湾出去的好看衣服，但是就觉得相比起来比较随性。我也常常会有点不知道日本人在想什么，就是很怕踩到他们的雷。但后来我就有点算了啦，我就外国人，不然压力好大。我的个性好像还是在台湾或是别的地方会更合适。我现在觉得日本还是来玩，跟朋友来玩最棒。虽然好像大家都这样说，就是日本不适合生活，但适合玩。我已经不是一个很用力在日本要生活的人，我只是来体验，那就有这种感觉。然后我今天超早起的，现在才8点，9点10分上课。我搬到走路只要5分钟了，好开心哦！我昨天超早就睡了，所以我现在来读一下书好了。久しぶり，现在已经5月23了，有点久没拍片了，因为黄金周之后我就又生病第2次，但是我的感冒应该已经算是好了，只是喉咙还没有完全好。
几乎没有鼻涕。总之呢，我黄金周结束后，我就住在学校附近的青年旅社。它其实是一个还蛮有系统性，然后蛮干净的一个青年旅社。我没有住的不舒服，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因为毕竟没有自己的一个空间，没有办法真正的好好的休息。所以我后来就决定搬走，马上搬到一个套房。下一支会开箱给大家看。然后现在觉得我的状态有好一点的时候，我又重拾我的拍片，就想说可以跟大家更新一下了。因为通常我生病或是心情不好或者很低落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心情拍片，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拍片才好，所以整理了之后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一个过程的烦恼跟后来是怎么样解决的。怎么说？觉得我就是一个会想很多，然后我会想好才动作的人，所以很常会卡住我自己。超多。我在第1个月底跟第2个月初的那个时候，一直很想回家。当然，我还有写几个标题，有一个标题是要撑下去还是离开。然后我就在想，我真的要回家吗？因为都已经一半，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一个 turn 撑完，还是说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呢？但反正我那时候的不开心指数真的是有高达可能快要10。我跟朋友聊过之后，发现可能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我生病了，所以心情很不好。第2个是因为我觉得还蛮寂寞的耶，虽然这边认识了很多朋友，但是很深度交流的那种朋友或是家人，就还是只有台湾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超孤独。但是还有几个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开始有一个减脂的工作，所以我开始不能去吃一些日本好吃的东西，我才深刻的觉得原来我这么爱吃，这东西可以带来我很大的快乐。而且因为这东西是一个跟别的同学交流的媒介，但是因为要吃的很干净，所以我就只能去超市买一些菜或者是豆浆，一直婉拒朋友或是同学，自己一个人孤单的回到我的青年旅社读书，是那个豆浆。我真心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无聊跟孤单，然后我还一边写功课一边掉眼泪。超白痴！我那天还试图努力的要拍那个在日本上课1天的 reels 放 IG 的，然后超好笑，有一个画面是有在流眼泪，但是因为滤镜太重了，所以应该看不出来。所以没有吃可以舒压的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整个人被剥夺很多事情，就更加寂寞。但是因为后来我就可以开始吃一些原型食物，就不是只能喝豆浆，有些餐厅也可以点沙拉或者是一些比较原型食物的东西，所以就好很多。又加上我的感冒又好很多，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厌世。我觉得好像一阵子都会有这么一段时间，在1个月会有1、2次这种心情。我第1个月也有一段时间超想回家，但是我就觉得我不能停在这里，我就觉得太废了，我这样太废了，我这样没赛，我一定要做完一个 turn 吧，不然都没有一个成果或是一个结果嘛。虽然说也没有人规定一定要有什么结果，但我就是觉得我还可以再试试的感觉，还可以再撑一下的感觉。不想要就此就放弃的感觉。所以感冒跟寂寞都解决一半之后，我还是有很多烦恼。来日本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新的事情，然后我要读书是一件事情，他们都是要花时间的，就是那我就觉得在台湾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生活上面，花费也是个问题。在日本真的，我觉得生活好贵哦。我认真的算了一下，我第1个月到目前为止就是1个月半，我已经花了总共快要20万台币左右。为什么会20万？我有买东西，但是没有那么夸张。学费一开始我就先缴了7万块，就3个月的课程跟1个月的寄宿家庭，后续第2个月的住宿也要2万块，第3个月住宿比较贵一点，3万4千5，这样是多少？这样是12万呢，光我住宿跟上课就12万，8万。生活上每天买东西吃，我觉得我很省，大概1个月可以1万台币。但你偶尔还是会需要跟朋友去吃饭，然后去走走、去玩，然后去逛街。我刚才忘记算交通，交通很贵。第1个月因为住比较远，所以交通花了应该有5000块吧。去近郊去哪里玩走走，我觉得我没有去很多地方。但反正你离离扣扣花下来就是花很多钱。所以我也是认真在思考说，这3个月我读完之后，心得是它的大优点就是在日本生活的这个体验，加上可以认识很多外国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很难得。为什么会这样讲话？反正就是它是无价的啦，我觉得还蛮值得的。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读几个月，我会推荐你先来1个月就好。但1个月没有那么深刻的友情。如果真的是要讲交朋友的话，2个月我觉得比较好。因为现在第2个月，我觉得我跟我们班的同学有更深刻的连接。第1个月就走的朋友就有点可惜，就是我们认识了这样子。然后现在第2个月是我们认识了，但我们还会一起去哪里玩。我们去爬山或是去迪士尼，那是一整天的相处，所以可以连接的更深，更了解彼此。我们班
超可爱。上个礼拜印度同学带我们去吃印度料理，这个礼拜墨西哥同学要带我们去吃墨西哥料理，下个礼拜我要带我们班的同学去吃台湾的料理，这是一种到自己的范围去秀自己的语言的感觉。因为台湾餐厅或墨西哥餐厅或者印度餐厅的人都会讲当地的语言，就是一种秀，很可爱呢。总而言之，我觉得体验完这一 part 之后，我回去还是会继续读日文，但是我应该会想要先自己在台湾读好，比如说找家教，或者在台湾补习班，或者是线上课程自己读，先读到一个比较深的程度之后，再回来验收吧，这样比较省钱。看大家自己比较需要什么的状态。再来就是因为我还要工作嘛，我需要拍片赚钱，我还要播出时间，好好的想我的拍片主题应该怎么样可以更好，会有更多人看。然后我的案子要怎么安排？因为有些案子是一定要在台湾才能拍的，有一些案子是我可以留在日本拍。后面会有那个中部的案子，所以我会去中部玩，可能还会去金泽找朋友，还会去淡路岛找朋友。我很期待耶，其实我超期待的，因为有朋友一起玩，或是有在地朋友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原本案子还没确定，所以我就在想，要不要现正立马就是回去台湾，因为那时候太难过了。那就案子就突然在某一天就突然都确定下来，然后所以我就确定我一定要在第3个月底，就大概6月底的时候去日本的各地观光。对，好，那我就留下来，然后认真看了一下，其实也只剩2、3个礼拜了，就这样子决定继续留下来，然后心情也变好多了。还有另外原因，有自己的房间很棒，很开心，所以有更加的快乐。房间下一支影片会介绍。我先讲，就是这个房间是朋友的朋友特地就是协助我租1个月的，有些有点像 Airbnb， 它就是有家具，然后什么都有，所以应该不太适合给真的要上日本租屋的人参考。但是如果你想租的话，也是可以密我 IG， 我可以跟你分享在哪里找到。这边就是我的更新，然后后面会拍比较主题的影片吗？我在想 vlog 好像都就差不多。大家还想看我上课的一天吗？数据看起来大家很喜欢，如果大家想看，那我就再多拍几天。我也想要拍在日本减脂的1周怎么吃，这个有兴趣吗？如果有兴趣的话，帮我留言，然后第1个留言之后，后面的人帮我按赞。它好像我们看后台数据，那个标高的地方是哪里？他们在讲脏话的时候，他们在脏话交流的时候，所以我在想，可能来拍一个各国的脏话交流。我的声音是不是变得有点恐怖？我一直好不了，来2个月，快生病1个月，这是不是水土不服的部分？然后我的伙伴好像也蛮好奇每一个国家的1个月生活费是怎么样，就住吃交通。还想可以做访问，还有一些文化冲击，我觉得蛮有趣的。大家好像也对文化冲击也蛮有兴趣的。比如说，我后来有发现每一国的比数字都不一样，很好笑。大家都对台湾的比数字非常的意外，每次我比，每个人的反应都是哈什么？我想说有这么奇怪吗？但是 make sense 有被认真。对台湾的印象，我是觉得好像先问知不知道台湾，应该知道啦，大家应该知道。但是对台湾有没有影响倒是还好的感觉。因为东京真的是一个世界级的城市，所以大家一定都知道东京。但是大家一定都知道台湾吗？这个我就不太确定。在日本有学日文的优点，还有缺点，我写超多的。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在下面留言跟我说。我有感觉到，好像1周发2支，大家的粘着度或是记得要看的程度会比较高。1周发1支，大家很多会比较慢会看，那是习惯问题吗？好像是。我必须承认，我真的没有很多的时间好好的读日文，所以很多东西我学会了，就在课堂中我理解了，但是要背的东西我还是没有时间背。因为读日文是可以回台湾再读了，但很多事情是只有在日本才能做，比如说要走了的外国朋友，我要赶快去跟他一起去吃饭或者去玩，或者是在日本体验东西，所以我很想挑战讲日文，但是我很怕讲错，有被骂。总有一天我会挑战的。那就这样啦，希望大家喜欢 YJ 拍的影片，然后可以多多支持。去追踪我的 IG， 我觉得我 IG 应该会尽量先做多一点，因为那个反馈蛮好的。我现在有点不知道 YouTube 到底想怎样，很像奇怪的老板。但我主要还是依我们自己舒服想做，然后想传达的跟大家喜欢的去做。我觉得我有瘦，不是我觉得我有瘦，我有瘦了2.8公斤哎。之后 IG 的发文分享，最开心，没想到我在日本也可以瘦。就这样，我是李祥珍。下支影片见。